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周杰明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你怎么连早餐都还没有吃啊？周杰明，周杰明，你不吃东西是不行的，你回我话好吗？周杰明，你这样一声不吭，我很担心的。周杰明，我知道一定有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告诉小颖好吗？你不是很相信小颖的吗？你有什么心事告诉小颖，让小颖帮你好不好？周杰明是在出院那天才突然变得很奇怪的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啊？没有啊，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异常的。那除了他家里人来看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来探望他？好像没有。谢谢你啊，Miss Lin。啊，我突然想起了，他出院的前一天，我把药拿到他的房里。我本来要叫他回去吃药的，可是忽然又紧急呼叫，所以我就先走开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天晚上初杰明的确怪怪的，一直坐在床上发呆。那个跟周杰明说话的人是谁啊？他来探过你，我听你叫他 Chris。Chris？ Chris 到底跟周杰明说了什么？喂，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，现在才接听啊？我也是第一次才接到你的电话。是吗？那我刚才一定是没戴老花眼镜按错了。什么事啊，社长？我有林焕东的消息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社长，林焕东也死了。啊？在王清标一家遇害之后，他带了妻儿到国外去，可是不到1个月，他全家也出了意外。他驾车下山的时候，车子失控撞下山崖，连人带车烧成灰烬。也是全家意外身亡。林焕东一家、王清标一家，还有你们一家，全都死了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有趣。社长，你搞什么了？剩下最后一片了。3家人多少条人命，你知道吗？还说有趣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退休之后，
天天碰到的，不是老婆查老公，就是老公查老婆，偷情啊、通奸啊、背叛啊，哇，简直是烦死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天生是一个侦探，所以看到这一起扑朔迷离的案子，当然觉得有趣吗？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真的很有趣呀、你不是跟我说杨天威死了吗？嗯，我 daddy 的日记说杨天威是最早一个遇害的，他是被叛军枪杀的。4个好朋友一起死于非命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哈？一桶饼干。啊？一桶饼干，我帮你查出真凶，你给我一桶饼干。周建明，周建明，快开门啊！小颖啊，怎么了？花姨，今天的早餐和午餐都还在外面，周建明根本就没有出来过。你就算把房门给拆了，他也不会出来的。是啊，他时常这样的，久了就习惯了。可是他没有吃东西是不行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昨天晚上啊，他已经把晚餐给吃了。老婆，啊？昨天的晚餐是我吃掉的。哈？你干嘛吃他的晚餐？我昨天晚上10点多从房里出来，我看到有那个晚餐，不吃浪费嘛。吃你的死人头啊！周建明，儿子啊，周建明，快开门！哎呀，老婆，我们儿子会在里面。这个时候你还要吓我？你是不是要打死你啊？我干嘛吓你？我比你还紧张啊你！来，我来做晚餐，儿子我来了。哎呀，上一次不是叫你配合备用锁匙吗？快点去找出来啊！对。看！儿子，周建明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还有呼吸。死人头！你以为我儿子死了？我看他一动也不动，万一嘛这个。黑心肝坏心肠，真的要我儿子早点你死我了！要这么想的话，天打雷劈耶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周建明的身体很烫，赶快去拿一盘冰水跟毛巾来。哦，哎呀，干嘛挡着我？我去拿毛巾。快！周建明，周建明，水来了！哎，姐，你小心一点啊，儿子啊！先喝水，来。哎，扶他起来。小心！哎呀！儿子啊，先喝点水啊，先喝点水啊。哎，给他吃点粥。儿子啊，喝点水，再吃点粥啊，吃点粥。儿子，你这个笨儿子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，妈妈的心比针刺还要痛啊！你真的很傻啊，病成这个样子，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要是你有什么3长2短，生你的死人头啦！你干嘛揍我儿子？你不就是要说这句吗？你说不下去，我帮你接。谁说我要说3长2短？我是要说，要是你有什么事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不是一样脱裤放屁？我比较文化而已嘛。问你的死人头啦！哥叔，花姨，周建明醒了。儿子，你醒了！儿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啊，儿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吗？看，知道。那你快说，我到底是谁？老妈。儿子没事，没有伤坏脑子，没有伤坏脑袋，没事。那我是谁呀？哎呀，儿子都知道我是谁，当然知道你是谁了，多此一举。儿子没事就好。周建明很冷。哦，很冷啊，小颖啊，周建明很冷，不要再摸了。不行，必须把他的体温降下来。冷，好冷。周建明，你忍一下，你再发高烧，必须降温。哎，老妈抱抱就不冷了，抱抱就不冷了，我也抱就不冷了。哦，小颖，周建明，你想说什么？周建明要跟小颖睡觉。周建明要跟小颖睡觉。好，我跟你睡觉。花姨跟叔，我来照顾他好了。嗯。
怎么抹掉痛过的记号？我很怕，我醒来后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好陌生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周杰明做小颖的朋友，小颖去哪里，周杰明都愿意陪小颖。谢谢你，周建明。朋友是不用说谢谢的。朋友，最好的朋友。我连累你走很多路，人的脚是用来走路的，我连累你流很多汗，流汗是新陈代谢。你带着我会很辛苦的。周杰明和小颖是朋友。莱雅欣欢迎小颖，小颖是莱雅欣第一个居民。周杰明要去读连联考第一窍门，高考满分博士，这样小颖就能拿第1名了。莱雅欣有2个人，一个周杰明，一个小颖。小颖，周杰明，周杰明要小颖回家。我好冷。周建明，你抱着我好吗？我好冷。周建明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你会不会离开我？周杰明不会。那我明天醒来的时候，你还会在我身边抱着我是吗？是的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。周杰明答应小颖，不离开小颖。周杰明和小颖一起睡觉。周建明，要不是你，那晚我一定撑不过去。告诉全世界你有多重要，就算到最后只能用思念讨好，我也不想让遗憾在一旁咆哮，原来说不出的伤痛。我们在蔡医生的诊所里发现了窃听器。正风，有几份文件要你看一下，Aaron 不在，我就自己进来。相信你的办公室，甚至居所，也同样被装了窃听器。
蔡医生，你的人啊，你认识我？我是你的病人啊，你不记得了？哦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一定是我太不起眼了，所以蔡医生才一点印象也没有。不，我不是这个。我是 Rose 啊，你想起了吗？哦，蔡医生，你在等人呢？不，一个人在消遣。是吗？我也一样。来，两个寂寞的人，干杯！蔡医生，陪我跳支好。黑黑的，我看到黑黑的。进去，进去，走进去，走进去。今晚你上哪？都听我。什么都听你的。告诉我，今天下午你带你姐姐去见谁？今天下午，我带我姐去见。喂，蔡医生，马上离开那个女人。啊？不要和她纠缠，马上离开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突然有点事得离开了。最快要说出来了，突然他的手机响，坏了好事。刚才那个女的是谁啊？她是杨振峰身边的女人，有邪女之称。邪女？她会催眠术，定力不够的话会被她所控制。怪不得，刚才我忽然感觉有点神志恍惚的。我想杨振峰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我看你还是快点说服你姐姐吧。姐，来得正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不用查了，屋子、办公室我都翻过了，根本没什么窃听器。我要你明天结束这里的诊所，到欧洲去。好。不过姐，我要你跟我一起走。别闹了。杨振峰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他派了一个女人接近我，想要探我口风啊。把杨天威挟钱的证据都抄录下来，交给他们就没有你的事了。他们答应不会起诉你。我不要。姐，你不要固执了。他们既然怀疑我，当然也会怀疑你。杨天威父子是怎么样的人，比我更清楚。
小颖，醒啦，烧退了。周建明，你怎么啦？走开！周建明，走开！走开！周建明，我是小颖啊！小颖走开！小颖走开！周建明，小颖走开！小颖走开！小颖走开！小颖，周建明不是要推倒小颖的，周建明不是要推倒小颖的。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快走开！小颖不要靠近周建明。为什么？你讨厌小颖了吗？周建明没有讨厌小颖。那蓝雅欣不欢迎小颖了吗？蓝雅欣只属于一个人的，一个自闭儿的。你忘了，你说过蓝雅欣欢迎小颖。周建明错了，小颖没有自闭，不能留在蓝雅欣。小颖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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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小颖走开！我不走呢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小颖不走开，周建明就会害死小颖。是谁说的？这是谁说的？我不走开就会害死我。周建明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周建明，你看着我。周建明不能说，不能说。看着我，周建明。不管谁和你说这样的话，你都不会害死我。周建明，你听到吗？全部都是胡说，你不要相信。周建明听到了。我跟你在一起，你不会害死我。你不跟我在一起，我才会伤心，才会难过。为什么周建明没有跟小颖在一起？小颖会伤心，会难过。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珍惜你，我爱你。周建明是小颖的好朋友，小颖珍惜周建明，爱周建明。周建明是我的好朋友，好朋友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相互帮助，谁也不抛弃谁。周建明，你记得吗？在我最伤心、最恐惧的时候，是你抱着我，陪我度过最无助的一夜。周建明记得，那天小颖知道小颖的 daddy、mommy 还有哥哥都死了。所以昨天晚上，当你全身发冷的时候，也是我陪着你照顾你。所以周建明和小颖是好朋友，谁也不抛弃谁。周建明知道了。那句话是 Chris 跟周建明说的吗？ Chris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我干嘛？欢迎根叔，早。早。儿子，你终于肯出房门啦！周建明的烧退了，他说他肚子饿，想吃东西。好，给他吃，给他吃。哦，烧真的退喽！是啊，脸不苍白喽。叫老妈。老妈。哎，叫老爸。叫老爸这么难吗？哎呀，儿子没事最重要，叫不叫有什么关系啦？当然有关系啦，我心里永远痛嘛。根叔，周建明迟早会叫的。小颖说的对，还是小颖有办法。哎，昨天晚上多亏你，要不然他凶多吉少。凶你的死人头啊！整天只会放臭屁。小颖，既然你们两个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花姨，我昨天晚上只是为了照顾周建明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饭呢有没有煮熟没有关系的，反正你们两个迟早要结婚，就找个好日子把婚事给定了，公一份，婆一份。哎，是啊，上天有意撮合你们嘛，你碰到他，他带你回家，这叫天赐良缘。哇，你说那么多话，这一次最好听了耶！花姨，我暂时还没有想那么多。老爸老妈，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人家小颖已经被美国大学 accept 了，美国 OK 前途很亮的。美国有什么了不起？
美国人放的屁就不臭啊？就是啊，那什么野鸡大学专骗钱的，不读也罢了。我说的对吗？对 ，Hello， 老爸，不是野鸡大学，是美国名牌大学。小颖，要读书也可以先结婚的。哎，对啊，最好连孩子也生了，一了百了嘛，又可以专心读书。我说的没错。没错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找个良辰吉日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。小颖，你不出声，我当你是答应了。来，吃。哎，开饭了，走。花姨，拜拜，跟叔。拜拜，慢慢吃啊。这样也可以啊。哎，老哥，你有没有听到老爸老妈刚才在说什么？他们叫小颖结婚。跟谁结婚？跟周杰明。你就是周杰明，那你想不想跟小颖结婚？不想。啊，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小颖的吗？为什么不想跟她结婚？老哥，你为什么不想跟小颖结婚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想跟小颖结婚？因为两个人结婚是要幸福的在一起的。你跟小颖就不能幸福的在一起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周杰明不知道怎么给小颖幸福。老哥，你说这句话害得我很想哭了。社长，照片拍到了。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啊？我知道了。谁啊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哎，有生意上门了，快招呼顾客吧。他是我朋友。你怎么来啦？我在附近办点事，知道你在这里工作，就过来看你。你来看他，哎，还懂得带手信呢，年轻人不错啊。这老婆乖乖，你在这里工作没问题吧？没事，他以前是很有名的警探，破了很多大案子。那也是他年轻时候的事。你看他现在，有人没死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社长，你说什么？可我知道了，4个人当中一定有人没死，就是这样，错不了了。你说我爹地跟他3个朋友当中有人没有死？不错，已经确定死的有2个，一个是你爸爸，一个是王金彪。可是根据我爹地的日记，杨天威已经被叛军枪杀，而林焕东也因为汽车失事坠入山谷。你爸爸的日记真实性如何啊？日记不一定是最真实的。除了你爸爸的日记之外，有没有证据证明杨天威已经死了？没有是吗？所以说杨天威的死啊，还有待确定呢。那林焕东呢？你不是说他因为汽车失事坠入山谷，人和车都烧成灰烬吗？对呀，就因为全烧成灰烬，所以当地的调查人员呢，连 DNA 都没有检验，就直接断定林焕东全家死亡了。有句话说啊，人死见尸，现在连尸体都没有看见，就断定是死了。龙将军派了人保护杨天威，我们根本无法靠近他。计划是不是要取消？我已经等了10几年了，再让杨天威活在这世上，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家，还有好兄弟？杨天威非死不可！这么多年来，
我在这里不管是黑道白道，都打点的滴水不漏，谁还会要我的命呢？我估计的果然没错，能引你这只老狐狸出动，是叶子清。看来你对你的老婆还是念念不忘。可是叶子清在哪里呢？他是真的失了踪，还是死在你手里呢？你是谁？啊？怎么了？都老朋友了。 你连我的声音也认不出来啊？你，林焕东，你很惊讶是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是鬼，我没死。你的脸真难看啊！解脱你所赐啊！你还笑？相不相信我轰掉你脑袋？要报仇，光明正大的找我，找人扮成我老婆，卑鄙！你才卑鄙呢！你要报仇可以冲着我们3个人来啊，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家人呢？你还记得我被你们拿去刑场枪毙的时候，对你们说了什么吗？唐耀祖、林焕东、王清标，不是兄弟，我们是仇人。我杨天威发誓，只要我活着，我会杀光你们全家。还有，你们3个和我一起立下什么誓言，你还记得吗？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无论到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情义相挺，永远不做出卖朋友、背叛朋友的事。情义相挺，不出卖，不背叛。违背者，天诛地灭。是我把你们带出来，让你们发财，让你们家人过舒服日子。我杨天威对你们情义相挺，你们呢？3个人联合起来出卖我。你别给自己借口了，我们出卖你是被你逼出来的。我逼你们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处处监视我们，还告诉你手下，一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就杀了我们。你不承认吗？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。我们相信你，你处处提防，甚至不惜要杀掉我们。难道这是你所谓的情义相挺吗？杨天伟，自从你发现宝山后，你的人就变了，在你的眼里只有宝山，根本没有兄弟。所有妨碍你的人都得死。那些工人跟你有什么冤仇？你连我们3兄弟也要杀人灭口，你疯了！我们不除掉你，也会死在你手中啊！好啊，先下手为强。谁的主意啊？是你，汤耀祖，还是王清标？是谁已经不重要了。我要为我死去的家人，还有耀祖、清标一家报仇。你死期到了，
你最好一枪打死我，不然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一枪打死你，不是便宜了你吗？我要让你多活些时候，让你看看你的儿子女儿是怎么样死的。不许你动我孩子！那你呢？你有放过我们家人吗？我们三兄弟一家人就死在你手里啊！连环东，我的钱可以给你，我的生意你也可以拿走。要我的命，我死在这里！别动我孩子，别动我孩子！太迟了，我的手下应该现在已经动手了。邹杰明出院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显然是受了某些刺激。你是不是跟他说过什么？你怀疑我刺激他？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我在医院的走廊碰到他，劝他不要乱走动。我还和他说，他要帮你，是一番好意，但是也要顾及到你和他的安全。邹杰明一直帮我当坏蛋，也许……怎么了？快走！他们是来杀我的，不然你会被我连累的。快走啊！快走！不，这样会被他们追上的，快放我下来啊！我不会丢下你的，就算死，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怀疑你的，对不起。哎，你来了。有人要杀我，谁要杀你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到，我有像野兽一样的嗅觉，危险靠近时，我就感到一种寒意，我甚至嗅到血腥味。我知道，我随时会被捕杀。你吃药了没有？你以为这是我的幻觉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。我得出去办点事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。我会杀了要捕杀我的野兽，我绝不会被吃掉。
哥，太迟了，太紧来了。上来的。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